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大家好，还有前张骞舰长黄征辉上校。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的是，昨天呢，很多人都吓到了，他自己出来讲，安田文雄呢，虽然说要你下台，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也承认了，现在自民党太多问题了，人民对于政治的不信任，他觉得改革就从他下台做起。好，现在呢，他已经宣布不会寻求连任，那之后会换谁，目前还不知道。可是呢，在昨天的市场上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了，包括散户投资人呢开始压住日元升值的部位，接近到历史新高，说呢，从这个上个月升息以来增加22%，目前呢近4个月的历史新高到了5010亿日元，相当于1000亿台币。可是呢，其实在昨天的这场记者会当中，安田文雄也在告诉他，我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在经济方面我是很努力的。近几个月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动作，就包括他减持了220亿的美元美债。好，最主要呢，因为他必须要来做一些调控，让大家看到它的市场没有那么样的不让大家觉得说很温，或者是说呢很没有动力。那现在也看到了股市上面来说，其实啦，以股市表现它不算是特别突出的，也算是历年来的第7名。而现在呢，在美国的经济的部分，华尔街这边有个神秘客说豪值875亿元押美债，这个人是谁？后来发现了，他是西北互惠的财富管理公司投资长。他主要的是怎么样判断？他在6月的时候，他的判断是说，他觉得股市不会那么好，所以他转押美债嘛。而他的讲法是说啦，未来3到6个月其实就可以知道经济是不是会陷入衰退。最主要还是在失业率这个数字上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回到了日本，日本呢现在因为呢对日抗战胜利79周年，中日情节呢也再次的掀上台面，包括了近几天也看到岸田文雄呢，他跑到了靖国神社这边来供奉御串料。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当然了，对于这个中方来说是很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一个行为。而这一位呢，在奥运当中的一位选手叫早田希娜，当大家问他，请问你比完赛之后你想要做什么？他强调他想要呢去看这个神风特工队遗物的特工博物馆啊，这个东西也是引发中国网友不满啊，甚至呢比较有 sense 的这一些老将们，包括谁？包括樊振东，包括孙颖莎，已经跟他直接取消关注了啊。这一些呢都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也包括了张本智和。张本智和呢，还有这个石川佳纯啊，2位呢说奥运前有跑到这个东乡神社去参拜。那但是因为这一间神社呢，里面所供奉的是曾经参加甲午战争战役的一个海军大将，所以呢，也同样在网络上面掀起了中方有一些网民批他忘本啊，或者是叛徒等等等的事件。在中日双方历史这个新旧恩怨情仇会有一番的纠葛，而现在呢，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在一些领土以及呢领域问题上面的一些争议，包括了钓鱼台。好，钓鱼台呢，现在看起来是中方的海警一直在这边不停的巡逻嘛。最新一个消息是说，他们发现日本船只非法进入到中方他们认为的钓鱼岛领海，所以呢，他们就依法将它给驱离。同时呢，也看到了他们的山东舰呢，再到太平洋去做舰载机的起降训练。日方这边当然就赶紧派出了他们的这个船舰来一路跟监视，看看他们到底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同时呢，这个山东舰又出现在西太平洋。好，大陆专家看起来是认为啦，其实呢，美国航母也是常年在西太平洋这边活动啊，你们来这边就好像可以很自然啊，为什么山东来这边训练一下都会引发渲染啊？不然盖航母要做什么啊？就是要训练啊，就是要增加训练的频率，而且未来航迹还会越来越远。换句话说，就是叫大家必须要适应现在这样不同时空背景的改变。至于在美方呢，目前他们最新的一个动作是他们7月的时候正式的在印太地区部署了射程达400公里的最新级长程空对空飞弹 AIM-174B。 那他们说这样子的作为是为了要改变南海这里的一个战力平衡。当然啦，你来这边投射
他们的战力，那你想要保障的就是你这边盟友还有你自己个人的航行安全。可是对于中方来说，这针对意味就非常明显。回过头想要请教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好，日本呢现在算是一个政坛的震撼弹了。本来大家以为说到9月的时候才会有进一步的消息，结果没想到他昨天自己岸田先出来宣布，为了改革，他愿意先下台。9月是日本自民党总裁改选，是。所以他当然要先表示他要退啊，不然人家怎么选？那现在石破茂民调是24嘛，对，然后排名第2是那个小泉进次郎，是他民调大概16左右了，一般预期石破茂会上了，是所以他不是来台湾吗？所以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因为知道他即将担任首相，然后之前来访问台湾，对，那。因为石破茂是防卫厅出身的，对，所以他算军事专家了。那他对那个台日军事上的合作是正面的啊。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他蛮谨慎的，因为就有人问他那个台湾有事是不是日本有事啊？然后他就回答说，希望台湾不要有事。他不愿意回答，他说希望台湾不要有事。然后人家问他说，如果真的有事那怎么办？他不愿意回答，他跟川普一样他说这种问题不宜在记者会表达所以简单讲就是维持模糊啦，就是这样可是基本上大家都认为他是比较强硬的那我是觉得懂军事的人反而比较谨慎其实我在看有关那个台海可能的战争我事实上觉得。我听到比较负责任的言论，大部分都是军人讲的，因为军人是很切身，而且比较爱惜这个军人的生命我看美国也是这样。这个地震有点大，好，没有关系。来，我们现在感受到了一个比较在。摄影棚，我们目前是在4楼，一个比较震动、上下震动的一个起伏。那刚刚呢，其实手机也有听到，有人的手机呢应该是有这个警示响了哈。目前看到是7点06分，东北地区发生显著的有感地震，所以在刚刚呢，镜头前的您如果有感受到有一点点的晃的话特别在台北地区对，刚刚发生地震了但是回过头来，现在已经平复了。我们请亮哥继续来帮我们讲一下日本的这一块。我们才2楼对，我们在2楼，我说错了，4楼我们是4楼我们办公室的拍谁啦？2楼2楼。如果10楼应该是很晃，对，是。其实日本央行卖美元来护日元，这个不是岸田做的决定人家日本央行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且坦白说啦，那个一路飙到142，现在又回到147了。我觉得日本央行大概也在算就是。如果川普当选，那日元恐怕还有更大的升值的压力，所以他没有必要升那么快你知道我的意思？万一川普当选怎么办？所以，而且最近美国股市有一些变动是因为你也知道，大家开始买进那个固定收益的资产嘛，是的，那美债就是其中之一嘛，所以我是觉得它还没有定调啦。比如说日元到底要升值到哪里也许你已经等不到160了，没错了可是你说它一定会升破140，这也不容易了所以它很可能就在140、150之间先摆荡一下那等看美国总统是谁再说因为那个会蛮不一样的因为川普是要搞美元贬值嘛，是，那美元贬值，亚洲货币升值压力就会非常大所以这个到时候再看吧那至于日本去扯到这些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觉得岸田去你不意外啦，我是对日本的运动选手去感到有一点意外尤其你明明就是一些跟中国大陆比较有关系的项目，尤其是张本智和，你怎么会搞这种事呢？这个真的蛮奇怪的而且你的项目是乒乓球是桌球不过我现在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美国2028年的奥运嘛，对，那他奥运到时候要增减项目嘛，那我听说有人建议把桌球删掉，哎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2028奥运还有的看，也有的看如果真的做这种事，因为美国人桌球又打不赢，他的那个代表的那个队友都是华裔
通通都是华裔，所以啊，我是觉得到时候才会看清楚啦啊，因为美国已经在想说他要增加哪些项目，这个就是中美的博弈一路延伸到2028啦。那而且大家普遍认为2024到2028中美关系恐怕会越来越糟了。对啊，因为就是那个崛起的态势没有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会有更多领域被进入嘛。这个就你刚刚讲的，中国大陆就觉得我要自由航行啊，所以3不5时，那天还联合俄罗斯去关岛附近啊。是啊，不只去阿拉斯加附近，还去关岛附近。我说你大概只缺一个地方没去啊，夏威夷啊。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啦，就是你力量开始出现呢，不然你做那么多作战舰干什么？你做那么多航母要干嘛？怎么可能放在家里？那他首先一定是先突破西太平洋嘛，那要进入北太平洋、南太平洋，那就是后来还要进入中部的太平洋。那中途岛、夏威夷就到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认为之间的对抗只会与日俱增啊，因为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了。就是第二名要慢慢崛起，那习惯当第一的人越看越不舒服了。就好像有个针在里面刺着，但是我们也想要请这个舰长来帮我们解析一下哈。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啦，当然山东舰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就是不停的这个季节刚好是在演练嘛。那对于日本这边来说，每次只要他来到他家附近，他一定会派一艘去跟着看他现在到底起降几次啊，然后也会发报告出来啊。可是美国呢，他现在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熟悉这种感觉，所以那个哎呦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特别明显。您怎么看？我这个问题啊，起降的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因为我刚刚要讲一个，就是亮哥刚刚有提到这个乒乓球员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啊？乒乓球从1988年进入奥运，到今天整整发过42面的金牌，中国大陆得了37面，其余所有国家得了5面。以前早期一届只有四面，从上一次日本加了一个男女混双变5面，这一次也是5面。那上一次的4面，因为是日本加进去的时候，男女混双是日本得的一个金牌，这次5面全部是中国大陆。你就知道所有的选手，当遇到中国大陆的选手的时候，你是把你拼了一辈子，你完全没有办法。就是韩国那个教练哭了，为什么我们永远就输给中国呢？那日本选手知不知道他的最大的对手在中国？当你的能力我已经尽了我的全力的时候，可是我都发觉我没有办法赢，你知道我会期望什么？神明，我就期望神明的保佑。日本跟中国所有历来的所有哪里有什么东西说把中国给可能好好修理一下的，第一个就是2次元朝派兵去侵略那个日本的时候，遇到台风，这个舰队大部分沉了，所以日本人认为神风在保佑我们日本民族，那叫神风特工队。所以这次女的这个乒乓球员，你有没有发现她跑到特工队那里去了？那日本那个男的那个叫张本什么的，他跑到哪里？东乡平八郎。东乡平八郎是日本有史以来把中国打得最惨的一个这个海军的一个舰队。他当初走的时候，他那个剑桥挂了一个“帝国兴亡在此一战”，他不认为他会赢的哦，就他没有想到他几乎要把我们北洋的舰队几乎消灭掉。所以你说这2个力量，他们日本当我实在没办法的时候，这2个我认为会给我一个力量，或许神明会保佑我，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们跑了这2个地方，一个就是特工的，一个就是东乡的纪念馆。第二个就是我要说这个航母这个随着航母越来越多，航母的训练也会越来越多。航母训练基本上分3种，第一个就是单舰的部署训练，好比说我们在船上哪里失火了，哪里发生什么事了，我们船上自己操演。第二个是所谓的单舰的起降，就我只有起降、降落、起降这2种训练，通通在近海都可以。好比说黄海、渤海，它就可以做，只要把附近的这些船给它让开，它就可以在那做。但是有一种叫做战斗群的操演，它战斗群一操演是一个联合了空中、水面、水下3度空间的作战，然后它的半径要有500公里以上，所以直径是1000。那它这个地方它能在哪里？只有一个地方，就在我们台湾的东边，
台湾的东边是航母的，就是航母的训练的战斗群的教练场，就好像你学习开车，你一定要到汽车教练场。航母战斗群的训练一定要到台湾的东边。那他的训练就是，就像刚刚有一个解放军的讲，他的训练就是训练，但是训练可不可以赋予它政治意义？当然可以赋予它的政治意义。所有的军事都是为了服务于政治。那好比说，我们今天这个战斗群到我们的右边，我往上拉一点，在威胁谁？在威胁日本。往东边拉一点，在威胁谁？威胁美国。如果贴着我们台湾靠近一点，威胁谁？威胁台湾。往南呢，就是威胁菲律宾去了。所以他就会有这些东西，让他能够去做一些政治方面的运用。随着他的第3艘测试，第4艘也要开始，第5、第6、第7、第8，未来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多。希望大家要保持习惯，这就是他的训练，他一定要去训练。是，请教一下大众老师怎么看？对，那刚才提到岸田文雄啊，因为他已经很宣布了，是说他不会去再选择自民党总裁，意思是说就是不会再寻求这个总理的连任啊。其实会说是震撼弹吗？哈，大概，但是应该也不是那么的突然哈，因为他整个的执政3年，我们有印象，他今年6月份的时候才说岸田是战后第8位。任期突破这个1000天的总理啊，照理说应该是庆祝，但没有，因为整个自民党啊，包括他自己的支持度啊，都降到非常低啊。从一开始的5成多6成啊，到有些时候一些民调是2成以下，这基本上已经跌破这个停损点。那为什么会这么低迷啊？其实一般来说哈，岸田在外交跟这个防卫政策上，大概还是比较明确的，好，旗帜鲜明的，基本上是跟着美国走，强化美日同盟，好，这一点大概没有问题。但在内政上，比如说他一开始说要推动新资本主义经济学，好，要强化日本的经济，要做财富分配齐头并进，但没有办法达到，对不对？再加上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上啊出现了这个政治现金的问题啊，然后矛头就指向日本自民党内的派阀，他率先对他的敌对派阀开刀，引起很多的反弹跟压力。基本上老百姓已经开始不信任自民党，不信任岸田文雄，还不说这个统一教跟这个自民党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下去，很合理了。但在外交跟这个防卫政策上，我认为哈，目前所点名的他可能的这个替代者，从石破茂、河野太郎啊，这个小泉进次郎，还有一些点名高市早苗，基本上这些人的政策大方针，不管是对中政策、美日关系，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因为基本上自民党都还蛮亲美的，差别可能就是你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的拿捏。这个比较关键，但这个大的政策方针，我觉得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不是会持续去做？比如说像岸田这3年在推的这个防卫预算占 GDP 2%以上，要加倍，要强化日本的嚇阻实力，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空间，但大方针不会改变。那与此同时，我还蛮同意因为中俄联手其实也是一个政治象征意义啊。我们看。上个月的这个第8次中俄战略巡航，第8次，从2019年到现在，就像刚才所提到，它的范围其实很广，阿拉斯加之前到这个关岛，对，或是像日本海、西太平洋，意思是说，借由这个军事上的动作，这就是我政治上的一个政治讯号。美国在做美日同盟的强化，在做小多边，日本是核心。但是对于北京跟俄罗斯而言，它同样有它的方法来做应对，所以最后我觉得美日竞争在地理上最凸显、最白热的话，就是印太地区，那台湾就在其中。是，好，那我们把这个世界的视角呢调到欧洲这边来看看，因为现在在英国这一场暴乱，其实已经快要1个月了哈，因为从7月底发生这么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呢是在他们这个南港这边有一个3个小女生说被刀刺伤这刺死了。那后来呢，整体事件开始有这个舆论在发酵，说会不会是移民所造成的，所以造成了他们内部一个反移民的一个暴乱，本来是抗议变成了暴乱。现在呢，大家开始在讲，因为是移民嘛，所以就变成了有色人种要出门的时候还必须要化妆戴假发。
保护自己。你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把她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乔装的过程拍成了 YouTube， 然后放到网络上。她说呢，我必须要先把脸涂白，戴上了金发。那同时呢，她也是很讽刺啊，她说呢牙齿要涂黑，那是在讽刺英国人的牙齿都不太好。她说像她这样子出门才会比较安全。其实呢，现在英国它的问题除了移民，那大家对于移民这个议题会非常的不满，某些层面也跟经济是有所挂钩，因为现在英国经济也不好。结果这一位他们的前首相特拉斯呢，他在演讲的时候竟然被整了，什么意思？因为他讲到一半，你看上面是不是突然多了一行字，叫做呢我把经济搞垮了。好，他后来呢就想回头看到那一行字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不好笑 ，That's not funny。转头人就走了，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不就是现场你们故意给我难堪的吗？到底现在英国经济有多差？带你来看到他们7月的通膨年增已经来到2.2%，这是他们今年以来的首次攀升。但是你要去看看他们的财务黑洞问题，因为现在光是利息钱光是债务国债的这个利息钱的支出就已经要来到了4.2兆台币，相当于 GDP 的3.8%。那他们经济呢？可能因此而停滞大概有15年了吧。现在慈善机构甚至给了你一个数字，说他们1年里头发的这个慈善的食物，就救济食物310万份，是创历史新高，跟前5年相比呢，是成长了有40%。街头上面看到露宿在搭帐篷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就要问，曾经的一个海上霸权英国王朝大英王国怎么会变这样呢？他们现在呢仍旧是难忘当年的这个辉煌景象，所以你看到了大家英国的海军啊，他们说挪威将会在2025年加入他们航空母舰的一个战斗群，甚至要部署到亚洲、到日本、到印太这边来。那他们说这样子一个合作感觉是很棒的，很有前景的。可是其实他们的海军近几年来是面对俄罗斯、面对中国，他偶尔绕过来就会捉襟见肘啦。譬如说最近的一个中俄的军演，就有2艘的中国军舰穿过了英吉利海峡，同时返回。那个时候他们必须要靠比利时还有法国一起来协防，因为他船就是不够啊。所以呢，他们就想问，那这样子的一个大英帝国到目前为止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景象呢？至于美国现在大家想问的就是他们经济到底好不好？因为民间的感受其实真的不是太好。好，现在大家也想问，他们那个时候不是说为了要重振他们的制造啊、经济还有这个晶片产业，所以把我们的台积电给找去了吗？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Pelosi 来的时候，张忠谋当着他的面早餐会的时候告诉他，你们砸钱你们进到晶片市场里头，你以为这样就有用吗？你真的太天真了，这个不是砸钱就能够抢进市场最复杂的制造市场之一。所以你看看这样子的一番老大哥的话得听啊，4年来投资了650亿美元，但是据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生产出1颗晶片，这样子的建厂，您认为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呢？而现在呢，这样子的一个景象会不会影响到年底的一些大选？因为带您来看到是最新的选情了。目前摇摆州的部分，7个摇摆州看起来贺锦丽呢是拿下了5个，有1个平手，只剩下这个内华达州，川普这里是赢的，换句话说，他把局势给摆过来了，几乎领先。川普的部分呢，则是大家在问，你是不是真的票都不见啦？因为佛州佛罗里达，你的这个据点啊，你是不是应该要选得漂亮？可是现在看起来你的支持率47%，你只赢贺锦丽5%。当年人家选州长的时候是赢多少？是赢到19%。所以大家就要问啊，你怎么会变成2位数变成1位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你这个候选人的问题呢？现在内部也开始很多人对他有一些谏言，好，包括了海莉，当时跟他打对台的，跟他讲说，你不要再抱怨贺锦丽了，不好啦，这样子的一个负面选战不好啦。因为他现在呢，虽然有端出一些经济政策，比如说啦，小费可以纳入税率啊，又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其他的做法，可是问题来了，你一直在批评他的，比如说笑声像疯子这种
这个其实就已经跟所谓网络上面年轻人所看到的那些笑的迷因梗啊，已经又不太一样了。剧情有在滚动式发展的，而且呢，他以往比较厌女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现在呢又出现了。贺锦丽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他先说人家大美女呢，他又说长得跟我老婆很像，大家觉得你扯这个干嘛啊？你现在就好好的讲你的政策，讲你的政治，不就好了吗？哎，你原本的优势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那现在贺锦丽赢你在哪里？你又知不知道？所以选战打到这边，大家就想问，会不会最后美国会有一些不同于以往大家预期的结局？首先想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英国的这场暴乱到目前为止已经快要将近1个月了，好像还不见停息。这个就是它的通货膨胀，还有经济的成长，尤其是分配啦。那让很多人，我讲的是这个中下阶层的白人啊，那这个跟当年2016年川普引发一些中下阶层白人疯狂支持他，我觉得那个情绪有点像，那他就乱归因嘛，就归因到是外来移民偷了他的工作等等等啊。是，事实上英国的非法移民是很少的，可是他们都用一些谣言啊，都不是事实啊。他们把它叫做 small boat， 就是小船偷渡了，就从法国过来的。事实上，这种人非常少。事实上，英国的移民大部分都是正规的，就是学生啊，或者是真的就是来这边就业的啊。英国事实上他们有做过民调啦，那认为就跟我们台湾一样啊，就是说认为移民会不会吃掉你的公费医疗啊？可是另外有一个问法是，公费医疗如果没有这些移民撑得住吗？结果2个议题支持的都大概有一半，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认为会拖垮的有一半，可是认为没有移民撑不住也有一半，它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还有英国的国债，有移民会不会使我们的债务更增加？还有英国是不是有移民可以减债？结果支持的两端也都是各一半，所以坦白讲，这个真的就是对立了。那保守党会选得不好，事实上就是改革党出现嘛。改革党就是极右翼，结果他抢走了他的票。那因为英国是单一选区嘛，是，所以事实上英国工党他得票率没有那么高，可是却拿到2/3的席次。那结果史凯默一上来就碰到这个烂摊了，就是保守党13年留下来的烂摊啊。那事实上是因为英国人比较保守谨慎啊，不然就像美国就好啦，把债务上限拉高啊，就印钞票啊。可是他不愿意，这个英国工党不愿意嘛，所以他一上来他就公开说英国已经破产了，那坦白讲啊，这个好像不是执政的妙招了，他就造成信心崩溃啊，太诚实，因为是政府自己讲的，你看美国都不承认，美国35兆的国债啦，对不对？那债务上限一直往上拉，他根本就不承认他破产，对不对？这个就是吊诡了。所以你现在怎么弄呢？事实上，到英国的穆斯林，我去查了资料，只有266万，大概只有人口的5%，其实不严重法国是800万法国超过10%所以法国人就觉得英国人没有经验嘛，所以你就只把人家抓起来，丢到监狱里面，你这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啊。因为法国有一个民族阵线嘛，所以不管谁执政都要处理这种问题啦，所以他们比较有经验。他说，事实上就是你没有把中下阶层的经济的困难看在眼里，你没有帮人家解决问题啦，对，比如说东西太贵啦，或者是就业困难啊，是这种问题啊。可是他最近几年的经济成长，其实在欧洲并不算差他都有1%以上，1%以上算不错了。算是前段班，其实不错的啦。说实在啦，可是这个当然，因为每一个地方他们状态不一样，期待不一样所以你就会造成这些现象。这样，想要请教一下，在接下来我们想请教这个大众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想知道了，因为英国跟美国目前其实都遇到了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你怎么看？对，像这次总统大选，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经济议题就是一个重中之重了，就是一个攻防焦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选举不外乎是议题、策略，还有候选者本人。
那以拜登而言，执政4年啊，即便现在是贺锦丽接替上场，但是拜登的任内4年表现，就一定是川普共和党阵营用放大镜去仔细针对对象。就像昨天美国宣布说，这个公布说，7月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2.9%，这数字其实低于预期。应该也是2021年3月以来首度低于3%，所以这个很快，你看拜登很快就出手，他说代表我政策的方向正确，这就是我的政绩啊。那既然是拜登政绩，就会把这个好处这个有利，当然是针对贺锦丽。但是我们也知道，川普阵营打了这么久的选战，他基本上就是左勾拳右勾拳，一个是所谓的非法移民这个基本上有办法伤到民主党，但是因为共和民主两党现在的差距，政策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但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通膨，通膨是从上一次期中选举，其实就是拜登努力防卫的目标。但现在川普做法是他不看数字，他是在问选民你的感觉如何。他举了好多例子，在造势场合，培根一般的这个民用的物资。大家一般家庭的消费，中产阶级、中下阶级，你觉得如何？包括住房、包括能源、包括食物的这个价格，用这样的方法去想办法去攻击所谓的拜登。那我再讲一下这个所谓的海莉，因为海莉刚才有一些他的一些谏言对川普，因为我们也知道海莉跟川普关系是微妙的。对啊，因为海莉是共和党站到最后一刻，在3月初超级星期二之后才说我不选。但他在退选当天并没有说我要支持川普，他大概是到5月份的时候才在公开场合说我支持川普，因为拜登做得太差。而拜登川普也当然投桃报李说，未来我当选，这个海莉绝对会在我的内阁里面有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知道他跟川普并不亲，他也从来不是目前川普竞选团队的核心，但我觉得他这讲法是有感而发，就是因为这就是川普特色，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但是对于像海莉这样的人来说，你把重点放在贺锦丽的一些个人的一个人身攻击，而去错放了很多政策上可以发挥的空间，这可能是共和党不应该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海莉有这样的宣言。那还有一点就是刚刚讲这个摇摆州啦，我举一个民调，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求生的是圆的。在7月19号拜登发布退选声明的前2天，美国的艾默森大学他在公布一份民调，意思是说川普在7个摇摆州里面都全面领先，对，基本上是川普的支持度45到48，拜登40到43。那就是3个礼拜之前，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判定是贺锦丽是他宣布副手的蜜月期，还是这已经是大势已定。我觉得还有大概80天可做观察。是，请教一下舰长。首先我要说英国的这个暴动尤其是对一些有色民族的暴动，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国家真的在衰弱。因为当一个国家在衰弱的时候，它会比较保守、比较封闭、比较有防卫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现在是全世界像以前美国是全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他就赞成自由经济什么关税什么的，他哪有这个想法？可是他现在当他开始觉得他已经在慢慢输给中国大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有的关税都出来了，制裁都出来了，所有这些保护自己的动作，其实显示的是说他在输，这是经济方面。但是这个经济方面输的时候，回到国内的时候，当他觉得他输的时候，在国内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国内就会变得有点孤立主义兴起，就是说我们管我们就好，我们不要管世界。你看川普是不是觉得我们管我们就好，我们管世界干什么？但是讲这个话，就说我们变弱了，好像就讲的是不太好听的话，他们就会换一个说法，说什么说法呢？就变成民粹，我们就是最优秀的，我们就是最好的，移民都是拖累我们的。你看中国抢了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们美国是多好的，其实这是一种民粹。美国是美国的美国，英国是英国的英国，这些都是所谓的民粹。哪天可能你也会听到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那也是一种民粹。这是第一个我说的。然后第二个呢，川普现在民调一直在落后。其实我不是选举专家，可是我光这样子看，我都觉得川普你选的副手是错的。川普怎么能够选范斯呢？范斯跟川普是一个同格调的人，完全同质。如果我今天会支持川普，我一定会支持，不是，我今天会支持范斯，我一定会支持川普，因为范斯就是小川普。如果我是川普的话，
我会选谁，你知道吗？我会选海莉。第一，她是有色民族，她是印度裔；第二，她是女性，她站出来是不是就几乎跟那个贺锦丽几乎是差不多的？然后她也有这个行政经验，她当过州长，然后她也有国际的经验，她当过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你说的每一项，从选举去考虑的话，川普都应该选海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海莉现在最近批评最多？可能海莉也在想，你怎么没有选我呢？我跟你搭配，可以找到最多的不同形式的票，就是有色民族、女性的。不要每天在那攻击这个贺锦丽这些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最后我再讲，到底美国这次大选谁会当选？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关心过美国总统大选是谁会选，关我什么事？可是这一次我非常的关心，为什么？如果川普当选，他一定会顾美国自己。这个时候，台独势力会收敛，两岸会趋向和平。所以我这一次我希望他当选，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当选。好，我们其实呢也要看到的是这2场的战争，现在也都在看到底年底的时候谁会当选。首先要带你来看到是在以色列这边的加沙走廊以哈战争传出啦，美国呢好像是自己秘密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伊朗这边，同时他们还送上什么大礼？送上暗杀当时哈尼亚特工的名单。好，这个特工呢，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的特工名单啊，这个算是一个善意，是因为靠这样子想要来缓解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吗？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刚刚讲了嘛，选举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目前当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想要任何的外部变因来影响到内部的结局，所以他们都不想要这个战火扩大。可是现在看起来，伊朗会不会真的动了？因为呢，传出的是以色列北部在晚上的时候突然警报响了，然后看到了敌方的飞机啊。那以前大家都以为说报复可能就是飞弹、导弹、无人机，可是如果是飞机来了，是表示会有有生战力会进来吗？这次的这个打法会不一样吗？这个是大家想问的一件事情哦。而且另一个部分是，大家都知道伊朗有在制作浓缩铀，对吧？好，现在呢传出他们前所未有的接近制作核弹，甚至还打算恢复引爆用的雷管测试。那是不是表示他们真的有进展了，而且是大进展，能够做出核弹了呢？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要看看美方的态度是这样，中方呢目前就是这2个 G2 嘛。中国这里的讲法是说，他们支持一切有助于加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的努力。先前呢，则是曾经发了一个声明，谴责以色列暗杀哈尼亚。那么现在呢，大家在讲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挺伊朗吗？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感觉好像跟伊朗外长的时候的一个说法，就是支持你们，希望呢巴勒斯坦民族可以尽早达成和解、独立建国。那为什么呢？跟以色列他们也蛮好的结果今天出了这么一个新闻，说以色列呢现在传出他们的公司要向菲律宾来交2架改装的 ATR-72-600型的海上巡逻机，是不是因为他们卖菲律宾飞机，南海问题这边想插一手军援菲律宾，所以让中方这里觉得不舒服了呢？另一场战争，乌克兰这里，必须要知道是在边境的这个反攻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美国官员的讲法是说呢，俄罗斯现在调动了部分兵力，也就在东部这边的兵力来进行回防。而本来呢，他们入侵的是这个库斯克州，现在传出贝尔哥罗德州呢，现在也进入了紧急状态了。那有没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进攻，会增加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谈判彼此间的一些变数？因为呢，俄罗斯现在已经要求说呢，这个瓦格纳兵变是不是呢，在当时在菲律宾这边的一些佣兵呢回来，另一个非洲这里佣兵回来，另一个部分则是说普京呢是不是又躲到了莫斯科郊外的地堡当中？这一些在传闻上面通通都有。只是如果真的是为谈判的话，大家想问的是，你现在打得挺好的，你可以持续打下去，这样你的筹码会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好像泽伦斯基有点急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美国态度在改变？华府这边智库的一个民调显示，80%的美国民众认为应该要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了。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德国、欧洲这边的伙伴。
德国有动作，他们开始再进一步的调查北溪的恐攻，结果说呢，对一个乌克兰人发出了逮捕令，同时还说了，这个乌克兰潜水教练现在生活在波兰，可能跟另外2个乌克兰的潜水员一起参与了这个破坏行动。那表示已经有眉目了是吗？是因为呢，已经看到了俄乌战争即将要告捷，所以呢，现在德国已经开始在做后续的一些善后吗？毕竟当年的北溪谈下来之后，为的就是德国这里的能源问题，现在有可能再去前援吗？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这2场战事其实都会影响到未来整个世界局势版图的发展。我们从加萨这里开始，传说美国如果真的是派了一个秘密的代表团，直接跟伊朗谈，还给了他暗杀哈尼亚特工的名单的话，那真的是等于把以色列给卖了，可以这样理解吗？问题是美国怎么会知道？他不是说都跟他没关系吗？对啊，那美国怎么会知道是谁去杀的呢？我坦白讲，我是怀疑这个新闻啊，因为这个是以色列的报纸登的，是我在美国的大报我还没有看到，如果这是真的啊，那以色列就是出卖以色列，美国就出卖以色列。那事实上现在国际上真的有几股力量希望伊朗不要打啊。据我了解，中国跟沙特阿拉伯都介入，而且他们都表态支持伊朗了，就说我们好不容易伊朗跟沙特和解嘛，那你不要中了他的计了。他杀掉哈尼亚就是希望你加沙破局嘛。然后北京宣言没有办法落实嘛，那到时候整个中东就一团乱，那好不容易促成巴勒斯坦14个派系和解，对，然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愿意协助巴勒斯坦建国之路嘛，是，这整个局都会乱掉那到时候美国的盘就是以色列再来分化逊尼派跟什叶派啊，所以我觉得中国跟那个沙特阿拉伯是在劝伊朗说，不要小不忍而乱大谋啦。那事实上你也不可能打下以色列，因为它距离以色列很远1200公里。那所以我是觉得确实有这一股力量嘛。那当然也有伊朗内部的力量，因为他的经济真的很不好所以那个总统就是希望，其实那个总统就比较像邓小平这样就是说我们应该改革开放嘛，跟西方做一点交往可是他的力量不够大啦。因为军不是他控制的所以他等于是没有军队，掌握不了军权的邓小平这样他是希望做改革开放那我坦白说，我认为伊朗再这样搞那个政教合一，其实意义并不大了啦。你革命已经那么久了所以确实也该有一些改革了。他的改革还包括妇女要愿意让他担任更多角色他是全面的不只是外交要跟西方交往，那也希望跟美国做一些承诺嘛，比如说核武我核武不要做核子弹那可是你经济制裁要减少所以你会看到一种新闻说他核武要把它做出来，对可是这个显然就表示伊朗有2种声音嘛，就那个总统真的是不希望这样搞下去。坦白讲，你核武你没有试爆也没有用说实在啦。现在全世界唯一有核武没有试爆过的只有以色列，因为那是美国直接给他的。所以我是说，你伊朗要自己做出核武，那你没有办法试爆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是觉得，我就是有这些因素在搅动啦，所以我认为中东还有很多变数。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我们刚讲俄乌战现在是不是进入一个拐点了？请教舰长，因为呢，目前看起来乌克兰打得挺顺的，长驱直入，而也传出说普京是不是又躲进碉堡里了？这个通常有时候这种元首这种撤离现场对反对方一定就把他讲就是逃命丢脸。但其实你们不了解国安的这个程序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今天我们可能台北遭受攻击，然后我们的作战中心衡山指挥所发现要发布防空警报以前，他不能直接发布，他要立刻抓起电话先跟总统旁边的人讲，
然后总统旁边人会立刻跟总统可能遭受攻击，他要立刻撤离现场，尤其他在外面的时候，他要撤离现场才可以发布，这是一个规定。你们去问就知道，这是为了保护元首，因为他很重要。你不能在现场那里发布了，他往哪跑，所有人都挤出来，他车子也走不掉的。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程序。发生战争，我们要先把元首撤到最安全的地方。那撤的过程你就知道到底是，那随你讲，你说他是害怕就害怕。但是你没发现上一次我们发布了一个防空警报，我们总统那时候是蔡英文，他在干嘛？他在助选，现场还在微笑，说我在这，不要紧张什么的。民进党把国安视同儿戏，我当时看到这一幕，我就听到军方的人跟我讲，我说不是在职的退休的，他们真的把国安当儿戏，知不知道？人家这么慎重的在处理这些元首安全问题，结果你们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影响世界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这个大选。美国大选现在看起来，这个川普是很有声势，对不对？那我问你，贺锦丽他们执政团队，他要如何连任？以巴冲突那里能够停下来是最大。如果一两个月之内和谈结束，以巴获得不可能永久，但最起码暂时的和平，达到了一个和平条件，这对贺锦丽的民主党的竞选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如果没有停下来，而且扩大，因为执政党要负责，这就对民主党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问你，你如果今天是这个民主党的这种操盘的，又掌握了这个执政的，然后你可以在全世界影响说，你会怎么样去干涉这个伊朗可能报复以色列呢？他会用尽一切方法。所以说他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出卖以色列的某一些去暗杀这些的人呢？我觉得你不要对美国的这个人品看得太高，这是一种有可能的，因为他要维持他的执政党的继续执政。我们先进讲广告，等广告回来，请大钟老师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请大钟老师帮我们总结。对，因为7月31号哈尼亚被击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伊朗官方的反应很强烈的，意思是说血债一定要血还，但现在是8月15，2个礼拜已经过去，那所以到底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只闻楼梯响，对，到底你要不要报复攻击呢？我想目前来说，台面下还是有很多的沟通，间接的、直接的在进行啊。因为根据3天前这个伊朗国安会他自己出来接受专访，他说我们会报复，一定会，大家等着看。但目前你们还没有看到，原因是我们是故意的，对，你要凌迟对方，让对方心理战，那你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发动攻击。这当然可能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但我们还有印象哦，大概1个礼拜之前，美国媒体来说可能不会打喽，意思就是说冤有头债有主，可能伊朗就是锁定这个参与这次事件的这些以色列在当地雇佣的特工，这样就结束。